女服务员震惊地看到她的同伴竟衣衫不整死在了墙角。很快警察便赶到了这里，技术员发现他不仅被侵犯了，并且下巴上还有体液，应该是被强迫用那里了，而死因则是一枪毙命。另外，死者生前还扭打抢夺过凶器。随后，据女服务员介绍，死者叫妮莎，本是大学生，才来夜店兼职服务员1个月。今晚还看到她和男朋友在巷子里吵架来，于是警方立即将嫌疑锁定了在了男友身上。随后就来找了妮莎的舍友，打听到她男友叫唐娜，可妮莎上学期就甩了她，至于原因就不知道了。并且妮莎以前是个老实人，但后来就开始逃学，变得很野，穿短裙和紧身上衣，跟每个人眉来眼去的。然而男友却不介意这些，还说喜欢妮莎这样随心自在。结果后来妮莎就甩了他，这么看来男友就很有作案动机了。接着警察就问出了他的下落，哪知唐娜正在公园兴致勃勃地下棋呢。可警察不管这些，直接喊了暂停，然后就对他进行了审问。唐娜当然不承认自己是凶手，自称昨晚离开夜店时，妮莎还活得好好的。可警察不信，当即让他提供 DNA。然而唐娜却担心被栽赃，就是不给，除非有强制令。说完就潇洒离开了。却不料他刚刚的这个举动，恰好将自己的指纹交给了警方，然后这枚棋子就被交给了法医，准备与妮莎身上的指纹进行比对。结果很快法医就用秘法炮制了尸体，在手腕内侧终于找到了一枚指纹。妮莎好似被人用力抓过，而指吻有10个位点与唐娜吻合。不用说，这就是铁证了。随后警察就气势汹汹闯进了课堂，将唐娜直接给逮捕了。这下他可不得不交出 DNA 了。可即使如此，唐娜仍是坚称没有杀妮莎，并解释之所以那晚跟他吵架，是因为妮莎偷了他的信用卡，花了好几千买了些诡异的东西。而警察则指出这不正好是杀人动机，但唐娜就是不承认，搞不懂为啥警察这么强人所难。于是警察说出了指纹证据，然而唐娜却声称那是他想掉头就走，我是为了留住他才抓的。结果这么审问了半天，唐娜是一个字也没招，直到 DNA 比对结果出来，果然证明凶手不是唐娜。这下好了，警方算是又白忙活了。于是大队长只是立马放人。不过他们很快又在妮莎通话记录里发现了端倪，她曾向强奸危机中心打过好几10通电话，而且是在案发前2周打的。难道他能未卜先知？而据危机中心的负责人描述，妮莎给他打过20多次电话，主要是讲和交往对象发生关系让他不舒服，他拿不准是不是遭到了强奸，但负责人确定那就是性侵。 He was a sadist. He liked to degrade her, make her have sex in public places, get rough. When she refused, he beat her up. After that, she was too scared to say no again. 然而那个不断强奸妮莎的人竟就是他的老板。随后夜店老板就被带到了派出所，可当警察让他交出 DNA 时，他竟坦白肯定会和妮莎嘴上的吻合，因为那晚我俩确实发生关系了，但那是双方自愿的。可警察不信妮莎会喜欢半裸身子跪在地上，那肯定是强暴。然而老板却狡辩，妮莎一旦卸下乖乖女学生的外表，就慢慢喜欢上了。其实她的内心是个非常狂野的女人。接着警察继续审问，老板交代那晚看到妮莎跟男友出去后，为了不被戴绿帽就跟了过去，结果却看到她叫男友滚，然后男友就打车走了。接着我俩就在巷子里玩了一下，完事后我就回店里了。然而只有老板虐待过妮莎，警察根本不信事后有第3人杀了她。不料律师当即驳斥警方没有证据，然后就带着老板离开了。警察对此也毫无办法，可他认定老板就是凶手，于是催促实验室加紧分析现场的线索。哪知技术员还真另有重大发现，他再次检验了妮莎手上枪击残留物的分布情形，却发现这种分布情形不符合任何防御姿势。而就在警察疑惑之际，技术员终于找到了一种可能，然后就演示了起来。这明显就是对自己开枪的姿势，接着再比对残留物的分布，竟10分吻合。这整的警察一时不敢相信，妮莎居然是自杀的。据此，警察分析妮莎本打算杀老板的，可却临阵退缩，在被老板再次强奸后，他终于承受不住自杀了。于是现在的情况变成老板并没有杀人，但想指控他强奸罪却又没有证据。而这时黄博士拿来了妮莎的血检报告，发现里面含有锂盐，那是用来治疗躁郁症的。这说明妮莎原来竟是得了躁郁症，这也解释了她为何乱搞男女关系，还乱花钱，同时也解释了尽管老板如此糟蹋妮莎，他也不离开的原因。不过他血液中的锂盐含量较低，应该是已经停药2周了。虽然对于这个结果大家都很唏嘘，可也没有办法，而且还要将真相告诉妮莎的父亲。但显然父亲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即使老板不是凶手，他也认定女儿是被他害死的。警察只好给他普及下法律知识，并不能定老板谋杀罪。接着就问出了妮莎心理医生的姓名，因为他可能更了解妮莎，而心理医生也承认自己给妮莎开了药，同时也表明老板鼓励他喝酒和停止服药，目的就是为了让妮莎更加脆弱焦躁。他喜欢性开放的狂欢女孩，当他病情开始稳定下来，就不易受他控制，并会意识到自己正被他糟蹋。警察这么一听，这不老板就有协助自杀的嫌疑了。同时医生又告诉他们，妮莎还有写治疗日记的习惯。结果警察这么一看，日记上详细写明了每次性生活的内容，以及老板的怪癖好。老板这明显就是在找受虐者，但检察官认为这不足以控告他强奸罪。然而警探们不服气，坚持日记里的内容就是最好的证据。I'm still bleeding from last night. I should go to the hospital, but I'm too embarrassed to tell anyone. When I said I couldn't have sex tonight, he punched me so hard I couldn't breathe.
当听了这些后，检察官当即决定起诉老板。可谁知就在两人正打算去抓老板之际，法医突然拦住了他们，说妮莎父亲找过他已经告诉妮莎生前曾被迫用口，然后父亲就气疯了。而一听这话，警察立马意识到要出事了，于是赶紧冲向夜店，结果还是晚了一步，老板已被杀死在了小巷里，不用猜就是父亲干的。随后警察在公园里劝降了持枪的父亲，事后他交代先是挟持老板来到小巷，接着让他像妮莎那样跪下来，最后把枪管塞进了老板嘴里，扣动了扳机。既然父亲痛快坦白了，那接下来就是对他的审判了。可律师却想以悲伤过度作为理由，替他博取陪审团的同情。然而检察官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驳斥老板只是疑似强奸，并没有确凿证据，父亲是不能进行私人处决的。而最终陪审团判定父亲谋杀罪成立，他将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代价。